凤影的仙缘散尽后，古镜从问天石处重新讨要了一份火凤仙缘。这份仙缘没有完全散落到各个角落，有一分进入了水凝寿蛋，成就了我们看到的阿音。相比无归，古镜收集小火凤仙缘的路便更加艰难。对于他们二人说是剜心之痛也不为过。修言亲眼看到古镜千年的痴情，仍然选择帮助阿音。理由根本不会那么简单，毕竟若阿音真的误会了古镜，认为他对自己狠心至此，亲手灭杀，修言旁观了千年，怎会看不清个中内情？很可能阿音当初宣称生生世世永不相见，就是一个谎言。随着火凤仙缘的增多，他身体里的那一分必定藏不住。不论是闭关海外的凤渊，还是那些等待第二只凤凰降临的人，都足以将小小的水凝兽阿音推到风口浪尖儿。神隐第一集三军阵前，古镜明明亲手灭杀了阿音，让他仙缘散尽。幽冥界的夜泉边上，面对修言的否认，对阿音千年寻而不遇的他，为何坚持认为他们终会相见呢？毕竟正如修言所说，在他的元神剑下，怎么可能有幸存之人？那时的阿音是真的不在了，三界之内除了修言，却是再没有人能赋予阿音生机。还记得修言的双生兄弟幽冥王敖哥基于火凤仙缘提出的交换吗？恰是这一份交换，为阿音的幸存留下了可能。凭借对修言的了解，不难知道他的本性善良宽容，根本做不出损耗他人为自己延续性命的事。所以即便敖哥为他要来了水凝兽的一半仙缘，让他疗愈内伤，修言当面推脱不过，也不会真的将其炼化。尤其在得知阿音消散在古镜的元神剑下，他更会小心保存，想办法为其寻得一丝生机。有了这个想法后，他身在幽冥，又有那样的身份，优势自然得天独厚。古镜坚持寻找千年，不是因为他对修言心存期许，而是他和阿音之间早就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。比如那位红绸姑姑对阿音一再为难，其中有一次直接将其骗去悬崖摘取忘忧仙果。古镜当时独自一人，正在自己房间熟睡。阿音遇险的瞬间，古镜不就是心有感应，立刻赶到了现场吗？由此说明，就算没有主仆气，没有姻缘气，古镜也有感应阿音的能力，只不过物是人非。被修言复活的阿音，这一半仙缘并未经历后来种种，而且从修言的话里，我们隐约得到了一个信息，即千年来他不断轮回，修言都在尽力给他一份圆满。不曾想每一次都不能如愿，特别是修言那句感叹，揭开了他世事凄惨的原因，是有人在背后作乱。修言阻止他们相见，可能的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东华等人早早窥破阿音是古镜的劫难，从他与问天石做交易，换取小火凤重生之机那一刻起，就背上了以身应劫的预言。东华飞升后，执掌大泽山的贤善与贤主两位师兄，最后也选择将两人分开，寄望于他们不见不念，就能稍微避开劫难。以另一半仙缘重生的阿音自身尚且不稳，哪里还有余力应对这份因果？古镜虽有大成，终究一人扛不下这份劫难的全部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很可能一开始就被东华仙尊骗了。他与阿音的母亲有救，多年前就允许他将腹中的2颗蛋放在大泽山，又怎会不知这2颗蛋的情况？因为就连贤善贤主俩兄弟都知道，阿音母亲原有旧伤，2颗蛋也跟着有所损伤。水凝兽的寿命最长不过100年，这样的情况下，阿音、阿雨俩姐妹的命程将更短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东华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明知阿音寿数不长，他才许下重诺，让其配合古镜寻找仙缘，无形间将他的价值利用殆尽。而古镜呢，空有真身血脉，完全是案板上的肥羊。诸方势力对阿音的盘算以及阿音自身的特殊，他一概不知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沉浸在单方面的执拗里。神隐的第1集剧情里，修言醉卧的那棵梧桐古树已枯，古镜和阿音取走2份火凤仙缘，自然不至于此。更可能的是，千年时间里，小火凤仙缘迟迟不能集齐，加上阿音对当下这份情感的留恋，各方冲撞之下，3界各处的梧桐树尽毁。阿音最终和狐族弘毅走到一起，是因为对弘毅来说，
他所见所喜的从来都是水灵兽阿阴，没有其他。而古晋他有对小火凤的愧疚，背负着大泽山与梧桐岛的恩怨，他更是唯一的真神骨血，对第二只火凤这样的天生强者拥有不容推卸的责任。当小火凤的仙缘只差最后一分，阿阴作为水灵兽的百年寿命迟迟未到，即便像东华这样的神也再做不到成人之美。可是这一世的阿阴，他怎会认可自己只是凤隐仙缘的一部分？他当然觉得自己只是阿阴，有自己的思想和喜怒哀乐。他作为阿阴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怎能轻易化为泡影？或许这才是阿阴历劫千年，生生世世不愿与古晋相见的原因。唯有在修岩的帮助下，让他不断轮转投生，身上的气息才不会被古晋和其他人发现。自然为了帮他，修岩也必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幽冥王本是他那位双生兄弟，后来他能直接帮阿阴致辞，说明他不再是小小的修岩馆主。为了庇护所爱，他割舍了曾钟爱的自由。古晋这一点与之雷同。后来他背负起了肩上的责任，本意只为了能更好地庇护阿阴。不曾想山河再起波澜，有些私心谈何容易。